前阵子 Intel 发布的11代桌面酷睿处理器当中的这一个旗舰 i9-11900K， 虽然规格对比上一代 i9-10900K 从10核缩减到8核，不过发热量却不减反升。而市面上众多的散热器评测都还是保留在10代 i9 规格的测评数据，而对于一些打算选择11代 i9 的用户，多少还是有点担心会选错散热器。因此，本期节目将会给各位进行各种散热器在 i9-11900K 上的散热表现横评，而且一共多达10款散热器。虽然不一定有你们心仪的散热器款式，但应该会有接近你们想要的选择，所以就别错过本期的节目了。i9-11900K 因为加入了 ABS512 指令集以及14纳米的极限工艺，发热量可谓是非常的大，所以一定要选好合适的散热器。为了让测试变量更好控制以及方便进行噪音测试，这次的测试采用开放式平台，并且不使用独立显卡，只使用处理器本身的 UHT750 作为输出，以及采用直立主板结构来进行温度测试，尽可能的做到接近机箱内的散热效果。这一次的散热评测涵盖了360、280、240一体式水冷以及双塔和单塔风冷散热器的选择，而且要特别感谢九州风神 Liquid、恩捷 NGST 以及追风者 Fantex 代理商三赛个提供了数款散热器，好让我能够完成这一次的散热器横评测试。在开始进行散热测试前，先来介绍这一次的散热器选手。首先是360一体式水冷组别，第一个是我目前自用的 EK Elite 360D RGB。采用来自分体式水冷级别的高性能水泵，搭配6把 ARGB 高转速风扇。不过这一次为了平衡测试数据，仅采用3把风扇来进行评测。有关 EK Elite 360更多的规格介绍，可以参考我之前做过的评测视频，这一次就简单带过了。然后是利明新推出的 Frozen Magic 360 Series 白色款360水冷，采用2800 RPM 的高转速水泵，风扇也是利明最新款的 B12W 风扇，据说可以维持低噪音的同时保持非常多的风量。镜面水冷头外加 ARGB 灯圈，好看不好看就见仁见智了。不过全白色的外观是非常吸引人的选择，相信也是这一次散热器的选择中非常多的有兴趣的款式。接着是联力 Galahad 极圈360，同样也是一款全白色的360一体式水冷，不过连同风扇也是带有 ARGB 灯光。水冷筒采用非常好看的铝制外壳，提供了非常高端的质感，而且还能够进行360度的自由旋转。性能的部分，待会进行温度测试再见真章吧。然后是到280的水冷款式，首先是 NGST 恩捷的海妖 S63 RGB， 采用第7代 Aztec 的冷头方案，改进性能的同时还降低了噪音水平。而最酷炫的当然就是恩捷独特的冷头灯光。虽然 S63 的2把14厘米风扇也提供了 RGB 灯光效果，不过只在风扇的外圈部分，个人觉得还稍显可惜了一些。另外280水冷的代表是最近新推出水冷的牌子 Fantex 追风者的冰凌 280MP， 和恩捷的 S63 同样是采用第7代 Aztec 方案，就连冷头扣具也和 S63 一模一样的。不过追风者提供了独特的 3D 曲面灯光外壳，直接将冷头的灯光模组给分开了出来，除了提高了使用的自由度，在理线这部分也会更加友好一些。冰凌 280MP 自带的2把14厘米风扇提供了高达93 CFM 的风量，只可惜并没有提供 RGB 灯光效果。不过冰凌系列也算是最近比较多人关注的水冷款式，所以这一次就加入了进来。接着来到了240水冷的款式，第一个是利明 Frozen Magic 240ES， 也是我之前做过评测的一款水冷。更多的规格介绍可以参考之前的视频，这次也不浪费更多的篇幅了。再来是九州风神堡垒 240ES， 使用自家 Actylite 防漏液专利协议，冷头还是那个非常好看的 ARGB 灯光冷头。ES 版的风扇则采用了自家的 TF120S 风扇，虽然没有 RGB 灯光，但是提供了更强劲的风量和更低的噪音。然后是风冷组，虽然说用得起 i9-11900K 的人应该也没几个会考虑风冷。不过上次有说到要给各位追加 FS140AGHP、PA120 以及 TA120ES 在11代 Intel 平台上的表现，所以这一次这3款风冷就加入了进来。散热硅脂统一采用星越7921，主要是有几款散热器的原装硅脂已经用完了。不过为了控制变量，我都采用手指按压平整在整个处理器顶盖上，这样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变量的。
另外，由于不是在机箱内进行测试，加上室温和湿度存在些许的变量，还有个人的散热风道有所不同，以及个别散热器的体质差异等等，因此这一次的散热器测试数据仅供参考。介绍完了参赛的散热器选手，来和各位说明一下测试的流程和标准。测试采用 AIDA64 单烤 FPU 30分钟，并且关闭 ABS512 来进行温度测试。通过 HWInform 来记录30分钟的温度，最后以平均温度值来进行对比。室温控制在25至26度之间，湿度为40%至45%之间。此外，散热器也会分为满速状态下以及45分贝同噪音环境下进行，提供了满速以及符合日常使用的噪音测试数据。那么直接上测试结果，满速状态下 EK Elite 360虽然少了3把风扇，但还是得力于更强劲的水分以及风扇的风量，以79度的优异成绩获得第一。排在第二的是利明的 FS360S 以及追风者的宾凌280MP， 以1度之差的80度并列第二。而联力的极圈360以及恩捷的 X63 分别以81度和82度位居第3、第4。之后的排名对比360和280水冷就有明显的差距了。两款240水冷分别在86和87度，而利明风冷三兄弟在默认模式下都在90度以上，3款的差距也都非常小。另外，在同噪音状态下的排名就相当有趣了 ，EK Elite 360、利明的 FM360S 以及追风者宾凌280MP 均以82度并列第一。排在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 S63 的83度以及极圈360的84度。而240水冷组同样有着明显的落差，两款都同样在88度。最后是利明风冷三兄弟 ，FS140 AGHP 和 PA120 在同噪音下性能基本一致，而 TA120ES 在这个环节则是拉大了落差。不过除了默认模式以外，我也进行了 APT 模式下的测试。APT 模式是11代 i9-11900K 和 KF 的新独有功能，能够将处理器超频至全核心 5.1 GHz， 其中还有2个核心能够上升到 5.3 GHz， 对于不懂得如何超频的玩家提供了非常方便的超频操作。不过如此一来就会增加更多的功耗，从而也会提升处理器的发热。而默认模式下只能维持全核心 4.7 GHz， 功耗也比起 APT 模式少了不少。因此 APT 模式下的散热测试才能体现出散热器本身是否能够完美压制 i9-11900K。毕竟买 11900K 的应该大部分都会选择打开 APT 模式吧。来看看最终的温度测试对比，不得不说，开启 APT 模式后 11900K 的发热简直是到达了另一个级别。所有参测的散热器都超过了90度以上。满速状态下 ，EK Elite 360还是排在第一位的，接着是追风者宾凌280MP 和利明 FM360S， 再来则是极圈360和 S63， 而240水冷也就只有 FM240能够勉强不碰到100度的温度墙，而其他的散热器都超过了100度的温度墙，完全无法压制 APT 模式下的 i9-11900K。不过在同噪音状态下，温度最低的一共有3款，分别是宾凌280MP、极圈360以及 S63， 而 EK Elite 360和利明 FM360S 以1度之差排在后面。当然，只是1度的温度差也可以理解为误差范围，只是除了280和360水冷，其他的基本就无法完全压住 APT 模式下的 i9-11900K， 因此也没有必要再继续分析了。最后也来对比一下所有散热器满速状态下的噪音对比。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，满速状态下我能够接受的噪音就只有3款风冷散热器以及 S63和堡垒240ES， 这也导致这些散热器在满速状态对比同噪音下的差距并不特别明显。而其他散热器风扇在满速状态下噪音都是直接起飞的，特别是 EK Elite 360自带的 VADA-S， 这还只是3把风扇的噪音。如果是6把风扇都装满，估计噪音已经能够媲美波音747了。总结时间，从这一次的测试，大家也能发现，想要很好的压制 11900K 的温度，最好还是直接选用280或是360水冷。240或以下的散热器，恐怕很难完美发挥 11900K 的性能了。不过要说从这5款280和360水冷中挑选一款前，还得分析这5款散热器的售价和保修条款。从保修来看，基本上这5款都提供了首3年漏液包赔的服务，而追风者宾凌280MP 更是提供了3年换新。不过售价的部分，利明 FM360S 暂时在马来西亚买不到，虽然京东的售价是真的香，
但考虑到保修的服务问题，不是很推荐各位海淘购买水冷。而剩下的4款最具有性价比的就是追风者的冰凌 280MP 了。本身和360差不多类似的散热性能，有着更长的保修，以及首3年换新的服务，确实是它的优势。而且售价也是在售4款里最便宜的，只卖639.0G。至于 EK 引力360，虽然本次测试没有用上6把风扇来夹汉堡，而且即使用上3把风扇，性能也是这次测试中的第1把交椅。不过由于售价是真的贵了不少，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夹汉堡冷排的需要，更不用说6把夹汉堡后的性能提升也没特别明显，所以推荐度比较一般。而联力 Galaxy 极圈360价格适中，性能也可圈可点，同样有着5年保修和标准的3年漏液包赔，特别是提供了全白色的选择。对于白色水冷有要求的，可以考虑这一款。最后是 N 界的 S63 RGB， 没什么好说的，多半会选择它的人更多是冲着信仰去做选择，性能不弱，码数噪音也比较低，加上酷炫的外观是 N 节水冷的特点，所以多出这一些价格，有信仰的玩家还是会买的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觉得这些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分享支持一下。离观新观众也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也欢迎加入频道的付费会员计划。每个月都会有付费会员的专属直播教学，还可以到 Buy Me a Coffee 或通过 Touch and Go Wallet 打赏支持我。觉得这一次的影片意犹未尽的朋友，还能够到我的 Discord 群组来一同交流。除了有更多第一时间的数码科技内容分享，有装机需求建议的你也能够到那里寻求帮助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，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Kenny， 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影片见。